的呀，一个是 SG 的首席技术官，一个是运营部总监，让我一个没有任何职位的小兵跟他们谈，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啊？多积攒点经验也是好的。职场的核心铁律是晋升，没有晋升就没有积累，做再多事情也都是原地踏步。这是私人通话，请你尊重别人的隐私。你想要隐私，那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在公开场合打视频电话，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什么事都先怪别人，也许这才是你一直无法晋升的原因吧。你是？男朋友还是老公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不要偷看别人手机，没礼貌。徐总，徐总，啊？哦。徐总 ，SG 的徐总。徐总，哎呀，不好意思，来晚了，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呀。上茶，小罗，上茶。哎，上茶。开完会以后啊，就去旁边的餐厅吃，那家餐厅特别好吃，我认识那个老板，是特色菜，它是一个柬埔寨的菜。夏言，你这干什么呀？你这是？徐总，我忘了介绍了，这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夏言。不用介绍了，我们见过面。徐总你好，都是误会啊，希望您别介意。时间不早了，赶紧开始吧。赶紧开始啊！爱瑜伽就是这样一款针对都市女性用户集功能性和社交性于一体的瑜伽练习手机软件。哎呀，说得好，哎呀，太好了！徐总，您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尽力解答。按照这个速度一直稳定增长下去的话，什么时候能到100万级？什么时候能到1000万级？你是有做过特别的调研，还是凭着你自以为是的判断？大概这不是一个疑问句。徐总，根据以往经验，夏小姐知不知道现在市场上和你们爱瑜伽定位相似、量级相当的 APP 有多少？我所知道的竞争对手有天天瑜伽、Yoga Home。所以夏小姐，你们的项目里有什么专利性技术是别的团队无法掌握的呢？没错，光我们的竞争对手，就瑜伽类的就不止2、3个，还不包括减肥操、舞蹈、普拉提，当然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健身 App。我想把爱瑜伽整合到 SG 秀我的平台上，是徐总您下一步的规划吧？可是，我为什么非得选你们呢？比起其他瑜伽类的 App， 我们做的最好的正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所以我们更适合秀我。徐总，我想这正是您今天坐在这里的原因吧。双赢。夏小姐这一番言辞的确很有感染力，毕竟这生意场上嘛，最终还是要靠产品说话。不是徐总，你再考虑一下。爱瑜伽虽然仍有瑕疵，但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今天起，项目交接就由夏小姐和我们运营部薛总监负责。
你回去吧，我不跟你谈。可是我们约好了今天的。我是 SG 的运营总监，你是星辰科技的普通职员，我们两个交接工作，这合适吗？确实不合适，但是我们星辰运营部总监的位置已经空缺了很久了，总监的工作也都是由我代理的，所以你们星辰这样的小公司做事情不规范，我是知道的。你们平时什么样跟我没有关系，我也管不着。但现在既然跟 SG 合作了，就应该有合作伙伴的样子。等你拿到正式头衔再来找我谈。可是薛总监那边好像不太配合，所以进度一直在被耽搁。怎么了？你得罪他了？哪能啊！我巴结他还来不及呢。小夏呀，这我就不得不说你两句了。你说你吧，平时吧看着脑子挺灵活的呀，怎么现在一根筋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爱瑜伽这个项目，最终能够收购的拍板的，是那个薛总监吗？啊，当然不是啦。你就算拿他没办法，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嘛。啊？我觉得这徐总啊，对你印象挺好的。孙总，你也知道，爱瑜伽这个项目，这是我们这一年用尽全力开发的项目，对不对？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也一定要把这个工作交接完成啊！不就一个运营总监嘛，这算什么？明天就能解决。好，孙总，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早安，大家！你这蓝衬衫很好看嘛。哎，大家听说了没有啊？一会儿孙总有重要消息要宣布。什么消息啊？大清朝召集我们来开全体会议，和夏言有关。夏言？哎，你忘了？之前孙总不就说吗？和 SG 的这个案子谈下来，就升你做总监。哎，我可听人事部的同事们说了啊，工牌都已经做好了。来了来了来了。大家早啊！今天叫大家开个会。我们这个运营部的总监一直空缺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最好的人选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运营部对于我们公司来说那是核心，重中之重。我相信，这位新的总监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没错没错。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这位新的总监乔思思乔总监。哎呀，有请有请。哎呀，有请有请。哎呀，真的是，哎呀，你看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乔总监啊，毕业于伦敦商学院，海归硕士，之前啊在一家500强的企业做营销总监。大家也知道，我们公司最近就要转型拓展金融科技业务，我相信思思乔总监在这个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啊！我们要多向他学习。夏言，你说这老孙也太不厚道了。爱瑜伽是你熬夜加班做出来的，卖给 SG 也是你连续加班1个多星期做出来的方案。这刚一卖出去，就立马拉一人进来享受胜利的果实，这太过分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乔思思啊，还是孙总的小情人。你可别瞎说，我亲眼撞见的，他俩在办公室。我偷偷录了音频，我给你听啊。我给你找。算了吧，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啊，我自己待一会儿。那我发给你。
要不是我想多攒点钱，今天我就去跟老孙说我不伺候了。小财迷，我这不是想赶紧跟你过上幸福的小日子吗？本来答应好的升职加薪，这下全泡汤了，手上的项目又被一个一个的抢走，别提多心寒。要是真的不开心的话，就辞了吧。星辰也不是什么大公司，以你的能力、你的才华，去那些大公司，还不被他们当块宝一样供着呀？我再想想吧。不过我可真没想到啊，那老孙他老婆陪着孩子在国外上大学呢。他前脚刚给老婆打完电话说：“哎，你辛苦了。”后脚就把那个小情人安排进公司了。你说这两副嘴脸，真挺恐怖的。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学过伪装术啊？怎么了？没事儿，撞到箱子了。你小心点儿。啊，不是所有男人都那样，你也不要多想啊。我知道，这不是前脚有个刘一鸣，后脚又来了个老孙吗？怎么？难不成还怀疑我？喂，我们都异地那么多年了，我还能怀疑你呀？对了，你工作交接都完成的怎么样了？快了，再过几天我就可以飞到你身边了，到时候别嫌我粘人哦。你都为我转战新州了，我感动还来不及呢。到时候啊，你就尽情的黏我吧，让我体会一下被男朋友黏住的滋味，无法自拔。夏言，我听说你因为方案的事去找孙总了。哦，之前交上去的方案名字被数错了，所以我过去问了一下。这事儿我就得多说你两句了。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这方案的思路和想法是开会的时候我提出来，大家一起补充的。你呢，花了些心思把它整理出来，的确是很辛苦。但是这样揽功的心思可不应该有啊！我一直很欣赏你，不然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我们公司的挺聪明的，非常的，这次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非常的柔软。是不是有人故意挑拨了什么呀？要不这样，你也别整理方案了，把这些材料处理一下。他们慢慢就会柔软的。这些文件交给实习生来做就行了。下班之前交给我。哎，行了，我送你。不用了啊。小夏不是在吗？哦，哎，小夏，哎，来，送点徐总。我本来还以为来 SG 做交接的是你呢。这些都是公司安排的，交接的事情，徐总您不用担心。我没有在和你说交接的事儿。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在真相面前不敢面对、委曲求全的人。徐总，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最近的日子过得还挺水深火热的嘛。你这么聪明，知道自古功高盖主的都难得善终吧？所以接下来，你是打算继续留在公司忍辱负重，还是急流勇退啊？谢谢徐总您的关心，这些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哇，看来还真是在温室里待太久了。温水煮啊，渐渐熬去了你的斗志。你现在是一点往外跳的意识都没有了。徐总，您对合作公司的员工说这些，不太合适吧？什么？不合适的我都在你们孙总面前说完了。啊？哎，你跟我们老板说什么啦？哎，你到底说了什么呀？你说你那工作那么烦，你干脆就辞了好了，咱不受那气。哎，成年人的生活有什么受气不受气的呀？再说了，你们也知道，我虽然有点积蓄，但林浩马上就要回来了，我爸妈也要过来，还要买车，哪儿都需要钱。从我的角度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辞职其实也不错的。对了 ，SG 不是给你发出过面试邀请吗？怎么想的？哦，他们的人事部给我打过电话了，说有猎头推荐的，想要挖我，但是
我还没想好呢。什么叫没想好啊？你们老板那卸磨杀驴的事儿都干得出来，你还为他卖命，是驴吗？去，就乔思思这种笑脸迎人、一肚子坏水的，指不定整出什么幺蛾子。你自己小心点。我倒不是怕他，我只是对孙总比较失望。我现在在公司啊，重要的项目我都碰不上，丢给我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活儿。我一毕业就进入星辰了，整整6年了，想到要走，我还有点舍不得呢。或许那个姓许的说的对，温水煮青蛙。我好像有点害怕面对外面的世界。你知道我查房的时候，经常会听到那些患了重病的患者和他的朋友和家人聊天的时候都说些什么吗？什么？他们会说，如果想当年我怎么样就好。人生总是有很多遗憾的，但是比起错误的决定，犹豫不决更让人遗憾，不是吗？这是乔总监这几天给我安排的工作，我都做完了。孙总，我要辞职。小夏呀，你是干嘛呀？这是，之前咱们不是沟通好了吗？不，心里还有别的想法？年轻人格局要大一点，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吗？这样，咱不等这个 SG 全款结下来，爱瑜伽一旦交接结束，我就给你发奖金，下一个季度给你涨工资，东京奥运会一完你就当总监，不走了吧？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个人的发展期望跟公司未来的规划不太合。这些年我在公司学到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感谢公司可以给我这个平台。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孙总你可以找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尽力的。孙总，小夏，你先回去，咱们都好好想想，可以吗？毕竟，像我这么支持你的老板不多哟。等，我送你，我送你。啊，稍等。哎呀，对，来，马上，这个好，这个水特别好，它有点甜，你知道吗？哎，对身体特别好，喝了以后降火啊，好走啊。怎么？他不干了？我真的想不到，怎么就来这一出？要走就让他走呗，既然心已经留不住了，你强留他，他还能安心给你办事儿？不是你这说的容易，你知道吗？现在星辰很多项目都是他负责，他要一走的话，一时半句我找不到人的。我看呢，他今天就是来找你逼宫的。走！哎呀，坐下嘛，来，喝茶。哎呀，我让他一下子走也行，但是万一他去了 SG 回来失败怎么办？去 SG， 他也要能去得了才行。你好，我是来面试的，这是我的面试邀请函。好的，稍等，我查一下。夏妍是吧？对。
有请。好。你好，我是来面试运营部运营岗位的夏言。坐。为什么想来 SG？ 基于了解，也基于挑战。SG 目前主推以女性用户为主体的项目，这和我之前工作负责的项目有所重合，也是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的领域。当然了，作为新州地标性的互联网公司 ，SG 是每一个运营都想来的地方。我已经从业6年，我认为我做好准备了。年轻人还是不要盲目自信的好。从运营的角度评价一下秀我吧。秀我和其他电商比起来，对用户的划分更为准确，这对推广运维来说有利有弊。好处在于用户具备共性标签，省去了前期推广时对用户的筛选，但同时也为秀我后期的维护增加了难度。主要依靠网红自己与商家的合作，通过接广告的方式。可是女性社交电商平台不只秀我一家，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有什么结果我们会尽快通知你的。谢谢。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挺不错的，专业过硬，想法也挺多，而且经手的项目成绩都不错。我觉得也不错啊，看来薛总监又有一名得力助手了。但是这个人呢，曾经是我们合作公司的员工，如果把他招进来，可是有挖墙脚之嫌的，在业界影响口碑都不好。他的面试邀请是谁发的？好像是徐总亲自让人事部发的。像这几个问题，都交给你来回答吧。徐总，你怎么来了？薛总监，人事部没通知你吗？我就是接到了通知才过来的。我通过了贵公司的前2轮面试，评分都很高，自认为3面也不错，却被薛总监给淘汰了。所以我想过来问一下，我到底是哪里不足，日后我也好有所提升。他被淘汰了？对，面试结束之后，我向清晨的乔总监确认过，他说夏小姐是因为无法胜任运营部的工作而被辞退的。辞退？怎么会是辞退呢？SG 一向用人谨慎，档案上有不良记录的人，通常首面就会被淘汰。你之所以能通过2轮面试，只是因为星辰那边的档案更新速度太慢。我明明是自己主动离职的。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只听信你的一面之词，除非你能给到我有效的离职证明。徐总，我的决定没有问题吧？从程序上说，确实没错。程序，我之前在星辰的工作成果，你们2位也都看到了。至于乔总监为什么那么说，薛总监你应该心知肚明。难道程序真的比真相还要重要吗？当然不是，重要的是结果。如果真如你所说，你是被人陷害的，那也只说明你这几年的人事关系处理得非常失败，自我保护意识不足。以后你要学会看人。薛总监说的没错，任何的空话都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如何让星辰收回他们的诬陷，把辞退记录消除。如果星辰可以消除我的辞退记录，你们2个是不是就愿意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当然。面试已经结束了，人事在12点之前会确定录用名单。现在是上午9点半，也就是说你还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确认自己的清白。好，我证明给你们看。这是我打印好的离职证明，证明我在星辰的这些年没有任何过失，是主动辞职。请签字盖章。本来以为用不到这个的，没想到还是走到了这一步。那我们就白纸黑字的写清楚。怎么？他们给你写成被辞退了呀？哎，我真的是不知道这底下的人是怎么办事儿的。
不过这人事部那边也是按程序走的，我这里有点忙，要不这样，你改天再来，我帮你问。我今天就要把事情给办了。那我可帮不了你了，我这儿还有个会要开，而且你已经离职了，在这里进出也不是特别方便。要不这样，你先到外面去。好，我本来是不想让孙总为难，才过来找你的。既然这样，我只能去找能办事的人来办。你找谁都没用，这离职证明得孙总亲自签字，我们才能盖章。但是这孙总今天好像还有事儿，来不了。哎，今天不准来公司，谁的电话都不要接，无法接通。孙总，孙总，孙总，孙总。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不光是向外做进一步的拓展，而且是要向内做进一步的改变，尤其是在用人机制上，因为人才永远都是发展与创意的核心。我们呢会推陈出新，也会夏言，都这点儿了，你也该饿了吧？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饭去？我等孙总一起吃。等孙总？你等孙总恐怕要等到明天了吧？思思，哎，徐总呢？我怎么知道？我就知道，如果是徐总过来，孙总就算有再忙的会议，也还是要赶过来。刚才那个电话，不是徐总助理打的吗？打电话的是我的闺蜜。晨晨，有什么事儿呢？现在就去我办公室，慢慢说。钱。夏言呐，我呢一直还是很器重你的，很上进，很精明，为公司也创造了很多的价值。但是，就在你离职的这前1个月，你因为个人的情绪，导致你工作上极大的失误，好几个项目因此都耽误了，你知道吗？孙总，那您具体能说明一下是哪几个项目被耽误了吗？您要是理不清楚的话，我们就去申请劳动仲裁。如果是因为我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我愿意赔偿。这个，好，项目的事情再说。但单凭 SG 未来3年的短期的规划和我们星辰未来项目，那可是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你作为星辰的资深的运营，就算你离职，短期之间我也不会让你去 SG 的。我当初跟星辰签的劳务合同没有签就业禁止协议，无论如何，这份离职证明我是拿不到了，是吧？好，
那我们就走法律的途径，并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亲爱的，你太坏了！昨天晚上你折腾的那么晚。放心吧，这是我第一次听，也是最后一次。过会儿我就删除。原本我刚刚生气的时候，想过要拿这件事情来报复你，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没有必要拿别人的为难来降低自己的品格。孙总，咱们劳动局见。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夏言，其实吧，我这么做都是舍不得你走。但是吧，你有更好的平台可以去发展，我从内心个人觉得很好哟。我愿意啊。这样，我现在就去帮你把离职证明给办了，好不好？子思，干嘛？帮夏言把离职手续给办了。我不去。现在去办呢！你凶什么凶啊？我去。徐总再见。谢谢你。夏言，你来晚了，已经过了12点了。20分钟前，我已经把离职证明交给人事部了，这个是副本，你们看吧。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夏小姐的工作能力确实不一般。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录用你。为什么？刘一鸣你认识吧？听说你带着几个朋友大闹他的婚礼，甚至还招来了警察。我们 SG 可是上市公司，是不会雇佣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人的。刘一鸣和我朋友本来都已经准备结婚了，可是他却婚前出轨，所以我朋友就跟他分手。可是他却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跟他出轨的那个女人结婚了。我们那天去婚礼现场，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刘一鸣的真面目，还我朋友一个公道。如果这样在你们眼里也算是惹是生非的话，那么 SG 确实不适合我。等一下，既然是对方有错在先，婚礼的事就不能算是过失。薛总监，这事儿你确实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不用了，因为档案的问题就轻易地否定到一个人，甚至都没有向当事人求证，这样的公司不进也罢。确实不能因为档案问题就轻易否定一个人，当然，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言行就轻易否定一家公司。你说对吗？月薪2万，15薪，3个月试用期，下周1入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运营部新来的同事夏言。大家好，我叫夏言，之前在星辰科技负责爱瑜伽的项目，今天正式入职 SG， 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你好，我是美琪。嗨，我是悠悠。嗨，我是艾米。夏言，徐总好。入职第1天这么忙啊？项目进度紧张，我得尽快熟悉。这身衣服不错，继续保持这种风格。
喂，亲爱的。你现在不会还在公司吧？哎呀，都这么晚了，我一忙就忘记看时间了。是不是饿了？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要不然你跟小磊先吃吧，我这赶紧忙完了，然后我再回去。我都好几天没见你了，我一定会尽快回去的。行，你路上别着急，注意安全。饿了的话就去楼下便利店买点吃的，先垫垫肚子。好。那我先工作了。还没下班？徐总，没事，坐。达人秀的事情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加了个班，整理点方案。准备的怎么样了？线上的宣传是美琪他们组在负责，主页的宣传海报已经和企划部对接过了，还有比赛页面的功能需求和产品部已经开过会了。线下的发布会还有活动场地是艾米和悠悠他们在负责，具体相关物料已经开始筹备了。听薛总监说，达人秀的名单还没敲定。还差15个。先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吧。行。吃饭吧。不了。紧张什么？让你吃饭又不是吃你。不是，我还要忙方案的事情呢。那这份沙拉我吃了，徐总你不介意吧？吃这么少？晚上吃太油腻的不健康。这鸡蛋给你吃吧，我不爱吃。您不吃就放着呗。浪费可耻。你这么晚还在下班，男朋友没意见？所以，咱们公司是不是应该考虑给员工发情感补偿费啊？可以啊。如果你们分手的话，我可以考虑补偿一笔费用给你。徐总，我虽然有工作，但是我也有个人的生活。你自己慢慢吃吧。方案就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明天交给我。刚聊2句工作，又开始胡说。这才是真正的咖啡。你们陈总啊，真的是一点品味都没有。过去我也一样，喝不出这些东西的好坏。是啊，你跟我这些年变了好多。干嘛啊？自从见了我就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对我余情未了呢。啊，不是，那就是忘得一干二净了。没有，也不是。好了，别紧张，不逗你了。你和他也挺好的吧？还成吧？还成，都瘦成这样了，他也不说给你补一补。他工作也挺忙，我们一周都未必能见上一面。白天见不到，晚上总能见到吧？我一个人住，她跟闺蜜一起住，我搬过去也不大方便，就另外找了房子。反正我们也快结婚了，到时候再搬也行。到时候你也会给他做右门下吗？不会，当然不会。那是属于我们的记忆。好了，我们谈工作吧。哦，郝总，您看这个。
这个第4期款的打款时间和标准不太一样哦。我看看啊。回头我改好了再给您发过来。不着急。都这个点了，我今天还有其他的会，我们2个今天就先到这儿吧。陈总还让我请您吃饭呢。我这一周的饭局早就安排满了，等我有时间再约你。好。对了，上次我来新州和陈总开会，你没有出席，是故意躲着我吗？那这次我点名叫你负责这个项目，你会不会不高兴？当然不会啊，上次我是怕您不方便。我有什么不方便呢？我离婚了，昨天。拜拜。哎呀，累残了，我帮你捏捏。这只。夏妍，你要注意啊，你们这行业过劳病死的可不是个案哦。放心吧，我可注意保养了。我看你是自作孽不可活，累死我活该。怎么了？听着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啊？我这还没搞定男人呢，他就着急把我赶出 SG 了。我韩大辣妹，什么时候被人拒绝过？再说了，微博50万粉丝，上赶着来给你救场，就这么给你涮了？哎，你这么潇洒的主，能在我们公司做兼职吗？你坐得住吗？能。而且我今天都跟你说了，刷掉的又不止你一个，20个人呢。我这是吃人俸禄，替人谋事，你也体谅体谅我嘛。对，我在意的是这个破兼职吗？我在意的是你的态度。你要是签了独家协议，就必须配合公司每天日常更新维护，你做得到吗？我还不了解你呀。而且我看你那个声东击西的美人计好像也不太管用，再继续这样下去，也只是被他利用而已。你们说的是谁啊？说，你是不是对他动了心思了？话可不能乱说啊！我可是名花有主的人。再说了，我第一次见他我就得罪他了，我到现在看见他呀，我还有一种条件反射的打怵呢。谁知道你那是不是内心悸动呢？不是，这人是谁啊？这么可怕？那可不。而且啊，我仔细观察过他的长相，你们看他长得像不像那种表面上斯文和善，但是背地里啊心狠手辣、青面獠牙的大灰狼？我看这大灰狼对你还挺特别的。哼，要是不特别，我也不用在这里唉声叹气。谁知道你那是不是求而不得呢？哎，你再这么说，我真生气了。好了，别闹，说到这儿。不是，你们到底说的是谁啊？我这听的我都听不明白。夏妍的领导，那个姓许的。结业 party 还是要参加一下的。你起开！你都把我涮了，我还去干嘛？丢人现眼！这种时候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的 party queen 呢？干了这杯，一杯是很顶的，是吧？棒了，合作愉快。干杯！哎，我去跟朋友打个招呼。该为你了，加油！
不好意思啊，没事吧？没事儿。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你看起来好面熟啊。你认错人了吧？那可能就是老天爷安排你跟我在这见一面喽。怎么样，喝点什么 ？Waiter， 喝什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年轻帅气的 CTO 许成义先生上台讲话，有请。稍等一下。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场 party， 也非常感谢美丽的达人们作为 SG 的合作伙伴来到这里。今晚你们就是主角。非常感谢大家对 SG 的信任，相信在 SG 的加持下，你们的未来不只是网络买手，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等着你们。徐总说的实在是太好了，今天这里是达人们的舞台，你们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的演出。徐总，那我们今天也增加一个环节。由我们 SG 的员工表演个节目，您说怎么样呢？我觉得可以。好，徐总演一个，徐总演一个。怎么样，徐总？对，徐总。徐总。我？哎，谁来表演啊？可不是你们说了算的，可要让最爱听歌的人上台来表演节目。那接下来，请 SG 的员工拿出你们的手机，将主页的截图发送至我们的后台。看看谁的网易云音乐等级最高，我们就让谁上来表演，好不好？好的，来，请看大屏幕。经过后台工作人员的汇总，我们得出来的最后结果是，徐总与这位夏小姐并列第一。看来这位夏小姐与我们徐总还真是有缘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运营部的这位美女夏妍女士上台，有请。那么下面要让我们的徐总为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可是我不太会唱歌。不会唱歌啊？那可不行，大家能同意吗？不同意。你不是会弹钢琴吗？你弹我唱。你怎么知道我会啊？你简历里边写了呀。下面请欣赏由徐总跟夏妍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早已变得平淡，甚至开始自我调侃，偶尔心头一酸，掀起一些波澜。雨天撑着的双人伞，如果最爱那加餐馆戒一般的习惯，被倾注的圣诞。应该嘘寒问暖，还是借口不谈？那些遗憾留在心底，成为旧欢。开始的倾心交谈，沦为平淡，望眼欲穿，等不到你的晚安，全都与我。我早已习惯一个
等不到你的晚安，全都与我无关。反正我早已习惯。我真是好羡慕夏言啊！李董要是能这么深情地看着我唱歌，我一定会激动得晕过去。也别太羡慕了。虽然徐老大没说什么，但是整个 SG 都知道，徐总是薛老大的奶酪，动不得。那么借这个机会，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 SG 的新员工，叫夏言。他虽然刚入职不久，但对达人计划和今天这场 party 的筹备尽心尽责。他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休息时间，来配合运营部的工作。我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夏言正式成为 SG 的员工，提前转正。SG 是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地方，无论是我们员工，还是和我们签约的达人，还是和我们携手共进的合作方，你们的付出和心血，你们的鼓励与支持，才会使 SG 变得更好。好，那我们现在把舞台交给各位达人们 ，Party 继续进行。好的，非常感谢徐总的精彩发言。动情的歌声总是能够打动人心。看起来一表人才的，他还真挺会伪装。人都是有隐藏性的，而且隐藏起来的那部分，往往和表现出来的恰恰相反。没想到我们合作的还挺默契的。徐总，这样会让人误会的。误会？误会什么？你有话可以直说。哎，好，那我今天就直说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会错了意，我还是跟您重申一次，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我们已经准备要结婚了。哦，看来关系还挺不错的。巧了，我也有事要告诉你。那分手吧。嗯？他们聊什么呢？你应该不是挑拨离间的人吧？他配不上你，你完全有更好的选择。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姐妹穗儿的故事？嗯？如果你要没听过的话，就去网上查一查。徐总，有空吗？你们先聊，我先去处理一下事情。喝一杯。好啊，请。夏言，恭喜啊！恭喜啊！你转正了，怎么样？是不是挺棒的？今天特别棒。棒。夏言啊，你刚才和许成义聊什么呢？我看你表情特别奇怪。他让我跟林浩分手。什么？他太过分了吧？他为什么这么说呀？说了什么理由呢？不管是什么理由，他的话能信吗？本来他今天突然给我转正，我还挺感动的。谁知道他？我觉得他就是另有目的，就像大表姐说的，他就是想一步步的试探你的底线。你到这家公司，应该是他叫你来的吗？嗯。会不会从一开始他就另有目的？但那时候我俩也没见过几面。可是他今天都这样说了，他会不会变本加厉的骚扰你啊？先别慌，自己留点心，该录音录音啊。我觉得你还是把这件事告诉林浩学长吧，说不定他也能帮你出出主意呢。我再想想吧，别担心。徐总，有空吗？今天下午4点，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嗯。我觉得你还是把这件事告诉林浩学长吧，说不定他也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我再想想。 嗯，别担心。 徐总，
就我直播间主播标签不要固化，加上自定义设定，还有掉帧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徐总，占用你3分钟。那先这样。我给你5分钟。首先，我要向你道歉，因为我的缘故，让我闺蜜进入了公司的项目。那天 party 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没有及时制止，这件事情是我不对，对公司、对朋友、对你，都欠妥当。但这些事情的前提，是因为自打我进公司以来，你的一些言行已经严重的干扰到我的个人生活了。我再郑重的说一次，我不会和我男朋友分手。时间有富裕，你还可以总结陈词。韩爽已经离开了闺蜜星球这个项目，不管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她说都到此为止，她也不会缠着你。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承诺：从今以后，你我之间只谈公事。很抱歉，这个我不能给你保证。好，那我只能辞职了，请你批准。刚转正就辞职，你的简历会很难看。我不在乎，反正又不是所有公司都像 SG 一样只看重简历。小地方当然是无所谓了，大公司是一定会看的。就算你再优秀，也得需要一个大的平台来让你展现自己。我会用能力证明我自己的，不用你担心了。可是你拿着这种简历，恐怕是连一个面试的资格都拿不到，如何证明自己？你这是在毁掉自己的前途，你知道吗？一份如意的工作确实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身边的人更重要。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我工作的缘故受到伤害还有困扰。徐总，如果你真的担心我的前途，就不会让我陷入现在这种工作和个人感情非要选择的地步。你这是在指控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请你批准我辞职，然后再让人事部给我开一份主动离职证明。不错嘛，你还知道吃一堑长一智。如果你一定要走，我当然不会拒绝。但在你离职之前，你是不是应该先把手头的工作先完成再说？我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我手头上现在没有其他项目。但是你知不知道，秀我平台上要添加一项比价功能板块，这个任务需要技术部和运营部共同来完成。我已经指定由你来负责，你先完成这个再说吧。哎，是不是我完成了任务，你就可以批准我辞职？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坚持要走的话，没问题啊。还有，在这期间，你不能告诉别人你要辞职，以免造成混乱。好，一言为定。让夏言负责比价板块。可是，好的，我知道了。夏言，进来一下。总监，你找我？坐下说。哦。你在面试的时候跟我说过会让我刮目相看，你也的确做到了。3年来，你是我们运营部第一个提前转正的员工。你的成绩就是运营部的成绩，恭喜你！谢谢总监。你能够提前转正，这对你、对运营部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会让你更有归属感，做事情更安心。但对于我来说呢，以前你要是做了什么错事，我还能给自己找找借口，可从现在开始，我要为你做的一切负责。我会努力不让总监失望的。
徐总虽然兼任 COO， 但实际上负责运营部的人是我。你要是出了任何纰漏，实际承担责任的人也是我。你已经不是职场新人了，有一些规矩你应该懂。越级上报是大忌，你应该向我汇报工作。我知道，但我刚刚去找徐总是因为一些私事。上班时间在办公室讲私事，也不完全是私事。以后我会注意的，尽量不跟徐总接触。你要注意的不止这一点。以前你在实习期，末位淘汰制不适用于你，但现在既然转正了，就要随时被评估，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我明白，明白就好。没事了，出去吧。徐总，这么巧又见面了。郝总，没想到在这儿能遇见你，来出差。我的事儿你没听说？我听说郝总重获自由，恭喜。所以过来见个人，说不定就留下了呢。这是徐总的地界儿，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郝总，你谦虚了，你人脉这么广，到哪儿不都是你的主场？对了，徐总，介绍你认识一位我特别看好的青年才俊。这位是一天公司的销售主管林浩，这位是 SG 的首席技术官许成义徐总。这位是马克。徐总啊，不仅是 SG 最年轻的高管，而且在新州甚至是全国也是技术水平最过硬的 CTO。你以后要多多向徐总学习啊，徐总，你以后也得多给我们年轻人机会。胡总，你喝多了。好像是有点。我该回去了，你们继续。慢走。拜拜。你这衣服上都什么味儿啊？除了烟味儿就酒味儿，还能有什么味儿啊？那你下班回来就把衣服直接塞洗衣机里呗，那么懒。忙啊，每天都很忙。我昨天晚上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你怎么都没接呀？谈生意，陪客户喝酒，回来太晚了就没给你去电话了，怕吵醒你嘛。家里来过女同事啊？没有啊，我这儿就是个和尚庙，只为你开着嘛。这是什么？这不是你的口红吗？这不是我的，这是从你衣服里面掉出来的口红。我衣服里的？怎么可能？我一男的我又不用这个。用这个干嘛？涂嘴上当小丑吗？还是当其他的什么东西啊？林浩，我很认真的在问你。今天怎么了？我没什么，我就想知道，这到底是谁的口红？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衣服口袋里？生什么气啊？我是真的不知道啊。你别告诉我。你是买来送给我的，哎呀，而且还是用了一半的。
夏言，你最近太累了，等你忙完了，我们去旅游吧。我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没有接？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我昨天在外面陪了一天的客户，手机没电了，你先冷。别碰我！你去哪呀？先别着急，我慢慢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他的衣服里面怎么会掉出一支女人用过的口红？我有点害怕了。好了，自己先别乱想。你跟林浩3年的异地恋都过来了，怎么现在反而不自信了？我不是没有自信，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我看到那支口红的时候，我的心就好像有一只猫一直在挠，我的脑子里啊，就一直出现那个姓许的跟我说的那些奇奇怪怪让我分手的话。然后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就质问林浩，冲他发火。可我明明知道林浩他那么好，就算我那样无理取闹，他还是会包容我。他还担心地问我，是不是工作太累了，压力太大。一想到这样，我的心里就特别的难受。你现在想要解决问题，那咱们首先就要把问题弄清楚，到底出现在哪儿。不管是那个姓许的对你莫名其妙的态度也好，或者是那个让你失控的口红也好，咱们都弄清楚了再说，好吗？夏言，你去哪了？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没接，急死我了。是我不好，都怪我，让你误会了。找到口红的主人啦。我在北京合租的室友小强，他女朋友放到我们公寓的。我回来前打包行李，不小心给卷到衣服里了。哦。啊，你看，这聊天记录。这个是他女朋友的照片。你要不信的话，我可以给他打电话，你亲自跟他确认。好了好了，收起来吧。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忙坏了，等你忙完了，我一定带你去乌镇玩玩。啊，生气了啊？啊。徐总，比价板块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最晚下周就可以上线。我的辞职，上次的达人秀操办得不错，今年公司的周年庆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已经和人事部主管说过了，调你过去帮忙。徐总，我不是流动打杂专员，哪里需要哪里办，更何况你已经答应我了，流动板块上线之后就批准我辞职。我记得当时有人在面试的时候跟我说过，希望全面涉猎。我给你机会了。周年庆的第2天就会发项目奖金，信息安全论坛和达人秀一起发放，你自己考虑。
或许这笔钱可以让你度过一个漫长的求职岁月。嘘，有钱了不起啊？下周五晚上出来见个面吧。你要不来，这单我可给别人了。小磊，下来吃水果了。小磊，怎么一回来就把自己关房间里了？哎，对了，周五我们公司周年庆，你要不要来参加？下周五。嗯。你们公司周年庆，我去不大好吧？没什么，就是大家放松的一个 party， 没有什么规矩啊。他们都带家属来。怎么了？你有事儿啊？可能要加班。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等周年庆之后，我就正式离职了。啊？那辞职，车还买吗？哦，我是说，辞职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呢？其实我之前也挺犹豫的，毕竟我还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只是，反正我左思右想，还是决定辞职了。所以到底为什么辞职？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吧，我们那个老板，他总跟我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而且他还跟我说让我跟你分手。会不会是开玩笑？你自己想多了呀？如果他真的对你做了过分的事，你也可以留好证据去向 HR 投诉啊。可是我，哎，算了，反正辞职都辞职了，就不想了。夏言，我发现有时候你做事怎么那么草率呢？你生气啦？我这刚到新州，还没站稳脚跟儿，你那就把工作辞了，商量都不和我商量一下。这新州还能找到比 SG 更好的公司吗？你再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夏言，我们两个都不是本地人，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什么时候才能靠自己在这里结婚成家？我是怕你太辛苦了。而且你都提了辞职了，还去把车订了，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几个月该怎么办？哎呀，我还有一些积蓄啊，而且我相信以我的能力，很快就能找到工作的。你之前不是总说要养我吗？现在机会来啦！那个夏言，我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得先走了。那你路上小心啊！啊，到家打电话。
歌唱挺好听啊，Amy。徐总监，徐总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徐总监好。这个是我男朋友。薛总好。薛老大，你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吧，我们花钱。玩游戏就算了，我是来敬你们酒的，把酒都倒上啊。美琪、悠悠，你们俩呢是我们运营部最得力的2枚干将，运营部过去1年的成绩都离不开你们2个出色的执行力，我要敬你们。这怎么敢当呢？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谢谢薛总监。Amy，虽然你的能力在我们运营部不是最强的，但是在过去的1年里呢，你的进步是最大的，你学的也非常快。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惊喜。谢谢薛总监，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待，我会加倍努力的。薛总监，我敬您。喝掉，喝掉，喝掉，都喝掉。今天我在这里不会向你们承诺未来的日子要比过去好多少，我呢也会对你们一如既往的严格要求。但是运营部的成绩就是你们每一个人的成绩，运营部也是属于你们每一个人的。你们的努力，你们的价值，我都能看得见。大家辛苦了，我敬你们。谢谢薛总监，谢谢薛老大，敬 ST。干嘛呢？一起去玩游戏啊？打电话呢。别打了，走吧，走玩游戏去。来，夏言来了。夏言，我有个提议啊，咱们玩个游戏怎么样？好。那我们玩逛3元怎么样？好呀。2个人一组。那美琪，你跟你男朋友一组；悠悠，你跟你男朋友一组。咱俩最近，咱俩一组吧。好呀，来，预备，开始。动物园里有什么？猴子、老虎、狮子、熊猫、老虎。哎，说到老虎了是吧？刚才说喝酒。喝酒。哎，干了。到我了是吧？对。开始。 SG 今年的业绩真的不错呀。你真的要留在信州了？手续已经办好了，下周举行一个小型的酒会，公司就算正式成立。这么快？怎么样？要不要过来帮我？你是说，就像过去一样？可是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对，不一样。现在我已经离婚了。当初你不是说很希望我离婚吗？那时候你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一切都连在一起，离婚就像切掉自己的一只手。那为什么还是离了？你真的不知道吗？我不知道。
我不是你第一个情人。对，你不是，在你之前还有好几个呢。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哪不一样了？我对你来说只是逢场作戏吗？当然不是。我也不是。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not reachable. Please try later.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喝美了 the subscriber you 啊 dialed is not reachable. Please try later. 不会喝酒就别学人家喝这么多酒。我刚刚跟所有的同事都喝了一杯，在心里默默的跟他们都道了个别。虽然时间不长，还挺舍不得他们的。这份工作总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各种激情。我爱死这份工作啦！那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非要离开呢？啊？你说什么？我说，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非要离开？哼。你。因为这里有你，但是我有更重要的东西，不能失去。你说你长得人模狗样的，怎么心里都是花花肠子呀？你说谁人模狗样的？谢老大，干嘛去？我找一下夏言，你看见他了？我没看见他喝太多了，我得送他。你喝的少啊，赶快回去。你喝多了，我开车送你回家。啊！我要回去跟我的运营部同事们再喝一杯。哪还有运营部同事啊？都走光了都。他们真没等我。谁会等你啊？走吧。你也喝酒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喝酒了？我喝的那是水。可以走了吗？动物园里有大会的。有徐佳怡。动物园里有夏言。一开始我出去玩，只是为了报复。你也知道，我老公我前夫，他总是告诉我那都是逢场作戏，玩玩而已，让我别当真。那他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但其实我挺不喜欢那种感觉的。我明知道那些甜言蜜语都别有所图，却还要假装去相信，这真的让我十分厌烦。但自从我遇见你，你从来都不会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只是默默地替我做好一切，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一切都为我安排的那么妥帖，而且你从来都不向我提任何的要求，就即使我主动对你好，你也总是拒绝。只有那一次，你说你希望我离婚。那次是我喝多了，说的都是醉话。醉话也是心里话，可我当时却说，我永远都不会离婚。伤了你是不是？你什么也没说，就那么走了。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为难，我懂。你这迷迷糊糊的，
你告诉我的地址准确吗？大灰狼，你说女人的拒绝是不是很可怕？可不可怕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说，你的直觉一定是错的。之前我一直觉得，即使我跟我前夫貌合神离，也要在一起。为了这么多年的感情，可是你走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和他之间只剩利益。我不想再自欺欺人，我知道，我爱上你了。可是我已经回到他身边了，我们都决定结婚了。如果你真的决定结婚，我也不会让你为难。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也真的爱我？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把过去一切都忘了。我太对不起夏言了，我不能再辜负她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如果你心里有别人，却依然要选择跟另一个人结婚的话，那这样岂不是更不负责吗？可是我只要你回答我，到底爱不爱我？开门！你女朋友？干嘛去？先躲一下行吗？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有要什么？如果你可以当着他的面拒绝我，我就彻底死心。先别说这个了行吗？开门了。怎么办？我今天不在家。这不是你家。我男朋友家。干嘛呀？打个电话。看来你女朋友跟你有一样的烦恼。
躲什么？他都这样光明正大带着你女朋友在你面前示威了，你躲什么？他们不是那种关系。你确定？也许现在不是，但首席技术官亲自送一个小职员回家，事情绝对不会就这样结束。这种事情我见太多了。那些不经世事的小姑娘被有权有势的男人多看一眼，就觉得自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尤其是像许晨一这种不仅有权、多金、帅气，而且还单身，想要不动心太难了。我和那个许晨一相比，真的就差那么多吗？你当然不差，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打工的。等我把公司法人换成你，以后你就是老板，不需要再向任何人低头。再过几年，公司壮大了，那个夏言一定会后悔，他因为许成义而错过了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你对我好啊，你对我好1分，我就会还你10分。但有一天，如果你对我坏1分，我也一样会还你10分。不会，永远不会。有时候女人的直觉确实挺可怕。你怎么在这儿？醒了，醒了就赶紧穿衣服吧。你什么你？想清楚了再说话。我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这种烂俗的问题，我应该是不会回答你的。你出去！衣服给你买了新的啊，放心穿。你出去！今天是特殊情况，允许你请假。这个是房卡，房费1200，自己付。
以后不会喝酒呢，别学人家喝酒。老花。怎么还喝难受了呢？加紧啊！一会儿量出来温度要高，我们还是要去医院的。我不想去医院。好，先给你倒杯水喝。怎么出来了？感觉好点没？烧是退了，脸色还是那么差。给你煮粥了，盛一碗给你喝。夏言呢？谁？夏言。刚才来了，又走了。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啊。啊，徐总可能知道吧？徐总？我刚才看见他们俩一块儿说话来着。徐总人呢？不知道啊。不在，走了。他俩一起走的。怎么了，薛总监？在我这儿放张请假条，没有经过我批准，人就走了，擅自离岗，谁批准他走的？不是我啊。无法无天。以后上班不许打瞌睡。今天我不是来和你谈工作的，毕竟你这个级别的业务，也根本用不着我出面。我这次来呢，是想和你聊一下夏言的事情。这算起来，应该是我们第3次见面了吧？哎，徐总，这么巧，你来北京出差啊？
那时候我不知道你就是夏言的男朋友，所以你和郝杰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并不关心。你跟夏言说了？这种事儿，你做得出来，我却说不出口了。你误会了，那次只是郝经理喝醉了。哦，他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听说郝总重获自由，恭喜啊！所以过来见个人，说不定就留下了呢。所以我奉劝你一句，早点跟他坦白，别耽误了一个好姑娘。你如果觉得难以启齿的话，那我可以勉为其难代劳的。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你敢说你就没有私心吗 ？SG 员工上线，徐总对每一位女下属的感情生活都这么关心吗？我看不见得吧。你以为你是什么高尚救世主吗？不过也是个挖人墙角的，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挖人墙角？哦，昨天你在阳台上看见我了吧？那你知不知道我后来带夏言去哪儿了？啊？你一天没接我电话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等很久了吧？先上去吧。我给你倒杯水喝。我们谈谈吧。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之前说，公司里有个男上司，总是干扰你的私生活。还逼你和我分手，那个人是不是许晨怡？周年庆那天晚上，听说你喝多了，你晚上在哪过的夜？我今天有点累了。要不改天再说吧。我今天就想知道答案，回答我。林浩，你能不能给我2天时间，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再谈行吗？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告诉我，那个人是不是许晨怡？
周年庆那天晚上，你喝多了没有回家？是不是和他在一起？看来真的不是我多想。林浩，不是你想的那样的。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我本来是想，等我都整理好了，然后我再跟你。够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去酒店会发生什么？还用得着想吗？不是的。为什么？小妍，你告诉我，为了你，我放弃在北京打拼下来的一切，回到新州，回到你的身边，你就这么对我的？林浩，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我那天晚上真的只是喝多了。好，就算你喝多了，你明明一早就知道他对你别有用心，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离他远一点？我本来是想，等我辞职了以后，再跟你说清楚。这些话你信吗？夏言，你是不是对他有心了？我没有。林浩，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有想过，除了你以外跟任何人有关系。你相信我行吗？求你了。我当然相信你，我都相信到你和别的男人去酒店了，我还像个傻子一样的担心你有没有淋到雨，怎么回的家。夏言，你用不着骗我。你要是喜欢上别人，你大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我，我知道他比我有钱，事业我成功，我样样都不如他。爱情嘛，怎么比得上现实呢？林浩，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从一开始到现在，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你相信我。周年庆那天晚上，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发了很多信息，你都没有回。我的心情很不好，所以我就喝了很多酒。够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不想听。你都先冷静冷静吧。林浩，林浩。混蛋！人渣！
你开门，是我夏言。林浩，你开门，我是夏言。小姑娘，你找谁呀？阿姨，我找我男朋友。你男朋友住这儿？嗯。怎么了？没什么。小姑娘，我记得这小伙子啊，前2天晚上带了个姑娘回来，不是你吧？哦，也可能我记错了啊。完了，眼神不行。在这回忆的转捩，扬起满车厢的拥有和失去。我说过，只要在你身边，不会让你有任何烦恼的。追寻远方的期许。你就负责享受生活，负责检验你未来老公的事业成果，负责给你老公表现打分。我在喝你给我炖的鸡汤呢，真香。身边的你最美的情话，知道吗？爱能让人不害怕，年轮刻画在脸颊，也感到请你表达一起的想法，铺满荆棘对错疑。